Hello， 巴黎，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刚才我刚开播就有朋友说，这个怎么看到胡子都长出来了？哥们儿再怎么说你宁哥，我也是爷们儿，有点胡茬，有点胡青，这不很正常吗？这很正常，而且我想说什么？我刚刚这个直播之前，我特意去洗了把脸，把那个胡子刮了一下。我刚刮完，你说我有胡茬？我是男的，我想跟你说，我是男的啊。对，今天有点感冒了啊，莫名其妙的，对，不知道怎么就感冒了。我现在一睡醒之后，我就感觉大鼻涕，大鼻涕滑滑的。然后呢，那个，对我刚才在想要不要播呢，后来寻思那就就播一下吧啊，播一下，好久没播了，所以今天也不唱啥歌，反正上来跟大家唠会嗑什么的，聊聊天什么的。感冒其实也无所谓的啊，影响不了我的状态和我的兴奋度啊。但可能你们就会稍微别扭一点，因为这个可能整场直播的这个鼻音会很重，而且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有朋友说别播了，多睡觉，感冒了多睡觉。这是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决定做这件事了，就是刮风下雨打雷劈闪电，我也会做下去的，我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既然我已经决定播了，我现在已经打开视频了，你就不要劝我把视频关掉了，这样会让我很下头，很扫兴。我既然已经开了，好不好？你作为我的朋友，你就陪我把这场直播好好的开完，好不好？这是你作为我朋友我觉得我最希望得到的反馈，谢谢你了。还有人说别播了，不用你管我，住口！没事啊，放心吧，没事。我难受，我就下播了。而且今天我不会播很久，我就稍微跟大家聊会天什么的，这样是聊会天，我出汗，我这感冒还会好得快一点呢。啊，有朋友说我是怕你传染我，你是不是小名叫沾包赖？我们东北话有一句话叫沾包赖，懂不懂什么意思？你小名叫沾包赖。你今天有病吧？我直播呢啊！别给我抢镜头，别给我嗷嗷叫，出口啊！在那边老是给我趴着，听到没有？啊，你乖乖的晚点给你一点画面，让你上来展示一下。现在就给我找事的话，今天就没有资格出镜了。我告诉你，啊，想不想红？想不想成明星？啊，想成明星的话，就在那边老实待一会儿啊。一会儿让这些叔叔阿姨们看看你，去吧。好，行，好了，去吧。去吧，别给他趴着了。有没有哥哥姐姐？行。没有，他是听到门口有人说话，我们楼梯里有人说话，他就会叫。啊，好了啊，好了啊。有朋友说宁哥这首歌最近老火了，谢谢大家的喜欢吧啊，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呢，我也是比较喜欢，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挺好的。去了一趟这个天赐的声音，然后能留几首在大家这个播放列表里循环的歌曲，我还蛮开心的啊。这首座位也是不错啊。有朋友说宁哥，你天赐后面那个还哭了吗？我有病啊！我没事，我录音中都哭。你说录点那种感人的，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就是那种励志的，或者有些梦想什么之类的，我哭。我去唱歌录音中都哭，那是多爱哭啊！那得多爱哭，那得是个纯哭包吧？啊，有朋友天赐你是常驻吗？人家挺好的，人家当时邀请我的时候是想让我常驻的，但是呢，我这面就是录制时间有冲突。就是我天赐的时候是录制时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因为我有一次是应该和那个开推两个录制时间撞了，所以我
我天赐可能不能全程在那儿啊，我可能前面在，后面就不在了啊。有朋友宁哥你看到了就比个耶，我不是瞎子，而且我眼神可好了。你不要认为你宁哥眼睛小吧，就看不到很多东西，就觉得好像会捕捉不到你们的这个跟我互动的这个逻辑啊，我都能看到，你们打字我都能看到的啊，只是说有些那个我都能看到的啊，有些话我会接，有些话我就不接了啊，没什么，应该能看到我们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放心吧啊，我眼睛虽然我就小，这个东西看的东西才集中呢啊。就因为小，所以看得更加集中，放心吧。有问老大，你手怎么红了？没红啊，没有。今天这个灯光不知道怎么调的，我整个脖子都是红的。我刚才还稍微调了一下，我把那个灯打亮了一点。我今天感觉我刚才一坐在这儿，我感觉怎么脸红脖子粗，跟关公似的，就已经红到不行了啊！就感觉好像喝了2斤白酒上来直播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红，我不知道为啥。今天这个家里的光的问题啊，那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刚已经调了一下了。你有的时候我一低头，感觉好红啊，也应该不是感冒的事儿啊，应该不是感冒的事儿啊，可能是因为你直播比较羞涩吧，有这个可能。好久没播了，有点害羞啊，有点害羞。有朋友说你那个宁哥，你手上的伤口好了吗？对，就是我去录那个开推嘛，然后咱家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观众朋友，很细心，然后看到我那个手上缠的那个。OK 绷，什么 OK 绷？创可贴啊，就是那个看到那个手上扎了个创可贴，然后就很关心我说：“哎，宁哥手怎么受伤了啊？宁哥真的是哇，手受伤了还帮人家去切菜去洗鱼什么？宁哥真爷们儿，给我这顿夸呀啊，给我这顿夸，说哎，宁哥真是不错啊，人真好，宁哥人真是不错。”啊，手都受伤了，这个还帮人弄东西。那个，其实这个东西我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些就是惭愧。看完之后心里有些惭愧，其实我没有你们心里想的那么好，那么高尚。其实没有，其实我也是凡人，我也是个普通人，也有小肚鸡肠和小气的一面。你不要把你不要就是有些人追星，把自己想的那个喜欢的那个偶像也好，喜欢的那个艺人也好，把他当做一个圣人，没有，都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讲讲，朋友们，我这个手为什么受伤？就是这个手食指的地方，现在还有个小疤痕，为什么受伤？朋友们，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胜负欲。尤其还有其他几个帅哥在的，所以我不能输给他们，我不能输。作为男人不能输，一定要争强好胜。于是乎，因为我这个人虽然我是一个1.9米多的一个大老爷们，但是我也有惧怕的东西。我特别怕什么呢？特别怕那个气球爆炸，特别怕气球爆炸，就是那一瞬间的那种啪一爆，那种恐惧感，我会非常害怕。所以呢。我在那个游戏之前，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把道具，就是把之前上一轮我们游戏抽签的那个雪糕筷子，那个木头那个雪糕筷子，我给它掰折了之后，握在手里当做匕首。我当做匕首，这样我跟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去扎气球的时候，我只要抓到右手匕首一上，直接就爆炸，这样我就不存在用手去捏它的过程。我给自己加了一件武器，加了个外挂。很聪明，有朋友说真聪明，是吧？聪明反被聪明误，老聪明了。所有人都徒手去抓，但我用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外挂。我想说这一轮我赢定了，这一轮我赢定了。人家都是空手来捏气球，我这边自己准备了武器。结果3、2、1，游戏一开始第一下就砸我自己手上了。3、2、1，直接流血，雪糕匕首，直接砸我自己手。直接一个雪糕匕首给我自己手扎了，我就是有刺儿吧，不是刺儿，就是太那个搏斗太激烈过程当中，习武之人嘛，我也拍过打戏，这个东西是误伤自己是很正常的。准备扎气球，刚握住气球，砰，扎破之后，直接发现匕首粘在手上，当然没有流多少血，因为那个木头它不会有特别多的血，也不会有特别多的那个破口，就一下扎进去了。
对不准目标，不是，就是那个太锋利了。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但是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等玩完之后，我怎么觉得左手怎么这么疼？那个游戏结束了以后，因为人可能很多朋友不对这个科学对人体不太了解，人呢在这个极度亢奋和极度快乐的情况下，它会分泌多巴胺，大脑分泌多巴胺，还有一个叫什么内啡肽还是什么东西，分泌这两个东西会让你忘记疼痛，忘记一些不快乐的事儿，让你很投入。然后当那个游戏结束之后，我输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觉得我左手怎么这么疼？一看，自己给自己来了一杵子。然后呢，我又不好意思声张，我就悄悄的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给我来一个创可贴。人家还挺关心，说啊宁哥怎么了？受伤了？宁哥受伤？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不好意思。比如说咱们，比如说英雄救美，或者是在这个危险当中救危难于他人，这种感觉，这种是英雄行为是可以的。自己玩一些就是开外挂给自己扎伤了这种东西，就千万不要声张了，低调。我说没事，不小心滑倒，没事，不用管。然后人家估计心里还想，宁哥真爷们儿，宁哥受伤了都不提，都低调，是我不好意思提，太丢人了啊，太丢人了。然后呢，当然后面处理菜那个地方是没办法，那肯定是沾水那个东西是无所谓的啊，关键是还没赢，是不是？所以有些看似很英雄主义、很英雄，不是英雄主义，很那个英雄的一些行为，其实背地里有多么的窘迫，大家知道了吧？有因果轮回啊，老弟。是啊，也没有因果轮回了，就是玩游戏受伤了，那很正常。有没有开推这一季你成长了？是我这一季，说实话，大家可能有一些看过开推2或者开推1的这些朋友们都知道，我以前胆儿特别小啊，然后呢，这一季说实话啊，你说我一点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真的就是可能那个害怕程度只有10%到20%。上2季都是拉满的，这一季我只有10%到20%，就是我怕突然惊吓那一下，而其他的我都觉得一点也不吓人，真的不知道咋了。我自己当我经历那一刻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哎，怎么我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我自己都怀疑，我还一直在找原因。我说我为什么不害怕了？我为什么不怕了？哎，我是怎么回事？我还在想这个东西啊。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研究明白为什么我突然间不怕了。哦。是因为年龄大了，活够了，也不是，长大了，是奔40了都快，长不大，长不长大，也习惯也不是啊。我怀疑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一阵在家玩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在家玩那个 VR， 你们知道吧 ？VR 眼镜那个，有2个手柄在里边可以打僵尸啊，可以开枪啊那种东西。我觉得我好像玩那个玩的，我好像是玩那个东西玩的，对 VR 眼镜那个游戏。然后电脑游戏，对，我好像是我觉得我是玩那个玩的，因为我那天我前一阵我就在家，就是有的时候收工没事了，我就玩一会儿嘛，然后我就玩了一下，开始时候很害怕，但后面我觉得我都玩恐怖游戏都不害怕了，就是虽然也是紧张的，但是就是适应了，然后结果一到这个真实的游戏当中，好像就更不怕了。哦。偷偷练胆量了，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有功效的。练出来了，是胆儿大了，练出来了啊，也不行。我当然还是有害怕的点，但是可能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吧，因为现在已经7期已经录完了吧？应该是7期已经录完了啊，已经录完7期，还有3期，最后下次去我们录3天把3期录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我确实是。跟上一季是有所成长的啊，什么快上了吧？5月1号播呀，一看你就没有做功课，没有关注我们开始推理吧第3季，对不对？啊，5月1号就正式开播了，在腾讯视频啊，朋友们可以到时候去收看一下这一季整体怎么说呢？
很多人看完片都说比上一季好看太多了。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拉踩上一季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其实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一季真的很好看啊，真的很好看。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季，你可以当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你哪怕没有看过开推2也不重要啊，因为它这个剧情不是联系的，但是人虽然也是上季的原班人马，然后这一季那个金靖来了嘛，然后金靖上一季也在，然后我们也比较熟悉，和这一阵玩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大家熟悉了。上一季一整季，然后建立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然后这一季呢，大家比较熟悉，玩的比较开，整个过程当中，开玩笑的呀，然后包括那个调侃的呀，包括互相谩骂，你也没有谩骂，就是互相的这个诋毁。当然，我这个诋毁是在这个角色当中啊，是在那个扮演的角色当中，因为它就跟演戏一样，你进入角色了啊，角色之间的互相谩骂、诋毁、诬陷，甚至是殴打，甚至是殴打啊，就是反正都是那个都是很就熟人角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开心，很和谐，然后整一期大家都玩得很兴奋，很上头啊，就是反正这一季出来效果也比较不错啊。对，反正这一季我有点像小丑，我有点像小丑。有朋友说老大能说说吊威亚吗？就是上一次你们看到开推那个路透是吧？吊威亚，也不算吊威亚吧，它就算那个从那个楼层挺高的，那个起码有7、8层楼啊，7、8层高。我算了一下，大概有40米，高度大概有40米左右吧。那个楼高40米，我们从顶层往下降嘛，降到一层。就绳索嘛，就是有一些朋友玩过攀岩啊或者探险啊那种的，就里边那种从7层楼大概左右高往下降啊。当然节目组是很靠谱的，它都有保护措施的。它除了那个绳索以外，它有一个保护绳，它就是类似像我们拍戏吊威亚一样。对，就是问我害不害怕，我说实话啊，还就是没有降之前还好啊。然后那天是那么分组的，那天开始说分组嘛，说我们两往下降。那天我们就商量说谁先来，我说那我跟那个谁吧，我跟弟弟先来吧，我跟周可宇先来吧。他们说好，那就那个热巴跟金靖第2组，然后白宇跟那个林赫他俩最后一组。我说行，结果呢我们就去穿装备去了。穿完之后呢，结果我因为穿装备的时候回去就是要吃个饭嘛，就我们会有放饭时间，我们吃口饭，然后一会儿接着录下一趴。然后结果呢，我吃一半的时候，人说那个白宇和张凌赫已经去了，他俩已经第一个下去了。那我说那行啊，那行，那就我跟那个柯宇我们俩最后一组，让那个热巴跟金靖先下。结果过了一会儿，导演组过来说：“宁哥，你们赶紧去看看吧。”我说怎么了？他说金靖不敢下。我在说这个没有黑金靖的一个意思啊，因为当时你们现场路透已经表达出金靖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状态了，这不算黑他吧？导演组说宁哥快去看看吧，宁哥金靖不敢下。我说啊，他不敢下。我说走去看看，然后我们就一块去了。然后这样我跟柯宇直接上后面穿装备，穿完装备就上他们后面了。然后我就其实我是有点怕的，朋友们，我是有点害怕的，因为他确实太高了。你看可能是一回事，但是你从7楼那么高往下看，然后你知道你自己踏出去的那一步，你其实是有恐惧的。然后呢，我上去之后穿完装备，我就跟金靖说，我说那个没事儿，这个东西就跟咱们拍戏吊威亚一样。他说我拍戏没吊过威亚。我说你不拍过古装戏吗？古装戏不都吊威亚吗？他说我是拍过古装戏，但我从来没吊过。我说那就糟糕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在上面鼓励他，就说没事，真的没事，那个后面有保险绳啊，有安全绳，一定没问题的，放心吧。然后大家也都在安抚他，结果安抚了大概10几分钟，他也不太行呢，我就说要不我来示范吧，因为我说没事，那我先下，你看我怎么弄的，然后你这个做心理建设。结果我就第2批下的嘛。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朋友们。咱谁也别吹，
谁也别吹，你站到七楼高那个地方，你看着下面，没有人不怕的，只是说怕的程度多少。我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真的有点怕的。但是后来我一看金靖那样，金靖已经怕到那样了，他很酷，他已经都已经哗淌眼泪了，都已经。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爷们儿的那个情怀又上来了，你懂吗？就是男人这个东西啊，男人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就是给他架到一定程度。本来我是很怕的，我也想说需要一些安慰或者鼓励什么的，结果我看到有人比我更柔弱的那一刻，我就觉得爷们儿要战斗，我要坚强了。所以我就当时一瞬间，我就跟金靖说，没事，你看我给你示范啊，放松就行。你看这个绳子很牢靠的，就后面还有保护你，没问题。你看我慢慢往上出啊，我就是那种你知道吗？男人那种就是担当感，一下梆梆就战胜了恐惧。男人要面子的那一面就战胜了你的恐惧啊！这说实话，下降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我说句实话，也不能说一点不害怕吧，就可能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因为往下一看确实很吓人，因为脚底下是空的嘛。然后往下一看，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不看下面就不会害怕啊！我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热巴降的比我快，我会很没有面子，我会很没有面子。我当时唯一心里就这个点，因为我跟热巴一块降，然后他降的比我快，我就想我快点，好没有面子呀，好丢脸呐。然后那个东西是你越想降快，其实越快不了的，因为那个绳索是那个，你其实你越重，那个越安全，你的体重越重越安全，你体重轻那个绳子的摩擦力就会变小。所以呢，但是热巴也挺给面子，他降到一半他等我了，也挺给面子，挺好啊，挺好，给我面子，降一半等我，他感觉好像是不能让宁哥太丢脸，他等了我一会儿。啊，所以节目剪出来之后，就可能是我俩就是有点同时下的，他没有拉我太远。其实你在做其他的害怕啥的，其实真没有害怕的啊，这还好，这还好啊。有朋友说，那你喊住口怎么回事？就是我跟你讲，白宇还有那个张凌赫，他俩在下面说，宁哥往下看，往下看。他感受到我俩可能没那么害怕啊，他就想给我们制造点这个恐怖，制造点紧张气氛什么的啊，恐怖气氛。告诉宁哥往下看，你看我看，他让我往下看他，你说多坏的啊！他纯就是坏啊，纯坏。为什么？其实我不是说害怕，不是因为他喊完害怕，我是怕他喊完之后让上面的金靖害怕。朋友们，我是这么想的。我有什么害怕的？我这么大老爷们儿。对吧？我怕他这个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让上面的金靖更害怕。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所以我让他住口，别说了，因为他们在下面，他们不了解上面的情况啊，他们不了解上面情况，你越跟他喊，你金靖肯定越慌，对吧？最硬的就是没有，我真的是啊，真的是不怕，真的是不害怕，说实话啊。我说宁哥，你能偷偷告诉我第一期你是 X 吗？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这能剧透我还行，能剧透那不就是那多不好啊，对吧？我能告诉你录制当中的一些好玩的环节，但是这个正常的剧情是不能告诉你，得让你自己亲自去体验、去体会、去感受才行。啊，我说你的加倍卡用了吗？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啊，有可能我给他吃了。我说这辈子不用嘛。对，所以呢，到时候这个开推3呢，现在先导片已经出来了，就是团建那一期，然后一些预告什么也出来了，然后5月1号正式上线，5月1号是那个在腾讯视频，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档这个推理的一档综艺节目啊，挺好的啊，一群好朋友在一块玩一个游戏，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观点，就是怎么说传递给大家，然后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一期，而且这一期有很多这个名场面啊，也挺好的，也不是名场面了，就是我们自己会设计一些小环节啊，就
就包括像第一次买菜那个下车那个啊，我看有朋友在网上说宁哥宁哥还策划了一个下车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很感谢这些其他跟我一起录制的这几个小伙啊，包括那个小姑娘，小伙小姑娘还行，就是很感谢这跟我一起录制的我们这些好朋友。为啥呢？就是每次有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一会儿咱们这么搞，咱们这么弄，他们都会好呀好呀好呀，他们就很捧你场，你知道吗？他不会觉得你这什么东西啊，你弄什么，就很配合我，就是大家都不会说拆台，就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感受，就大家能玩到一块去，就可能想提到一个非常土的一个想法，或者非常的就是怎么抽象的一个想法，大家都会说哎好啊好啊，都是很投入的，愿意跟我们一块玩，就都会配合啊，就是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因为我回头去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可能当下没有感受到，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看我就提出一个其实我都很做作的一个想法，我说咱们一会儿下车做点，但他们都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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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让这个节目整体的氛围很好，就是没人拆你台，而且都捧你场，然后都这种的，我觉得这个团魂是还真的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一期节目会很好看的，朋友们啊。然后宁哥开推后面有古装的本吗？就不能说，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透露去，但是到时候估计录制那天路透你就能看到嘛。你就因为我们这个开推就是路透还蛮多的，对吧？对，然后所以到时候你应该就能看到了，暂时不能剧透啊，反正到时候因为啥呢？因为不能给你们期待绷太高了，期待绷太高了可能是不太那个什么，不太好。反正到时候你们就是先降低你们的期待，然后到时候你看到一些别的东西，你会有惊喜，就是这样的嘛，啊。就像你们谁知道，就像你们谁知道那个既然要从7层楼往下降，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们一路跑到7楼之后，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们跑到7楼这怎么下去啊？难道这一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拍戏也是拍戏，比如像什么呢？就是那个拍戏就是他要接镜头嘛，他因为他有个故事剧情嘛。我说我们这一路跑到楼顶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因为后路已经被封死了。结果在现场看到速降装备，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这是真的吗？还是有替身吧？因为我想的是哪种啊？就有点像你们看没看过那种电影？就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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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过来之后，然后上面下来4根绳子，然后就是那种特种部队，一个绳子就落下来，拿枪就开始开始就是那个攻打那个楼或者怎么样的那个，你知道吧？我想的是那种画面，我想的是那种嘟嘟嘟嘟直升飞机，我们4个一下去，然后开始攻打，我以为很帅气呢。哎，对，就是那种特种兵那种绳索，就我们看电影里边那个飞虎队那种绳索，我以为是那种的呢。我这我们来不了吧？对，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一说你们就有画面嘛。对，我在想说，咱们是玩特工这一块这不太行吧？我们没有这个技能，这个得经过专业培训的才能速降。结果呢，果然是让你降。但速度慢了很多，朋友们，那天其实你们觉得我就是觉得我们好像很帅，其实宁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感觉啊，我手里扫一个抹布，扫一个刮板，我感觉要给那个大楼清理玻璃。我一直有那个感觉，我感觉要给那个大楼修空调什么的，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很像，慢慢的下，然后我都准备给人修空调了那种感觉，真的，其实和我想那个飞虎队那个下来那个完全两回事儿。然后呢，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一看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好像跟我想的那个帅气好像不太一样。我想那种帅气是那种直升飞机上一根绳子日下来那种的，我想的是这个。结果看他们滋慢慢的下，我觉得这个有点垮，而且我们每个人戴那个帽子也很好笑。然后我就跟节目组说，我说我们能不能不戴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一戴就有点就是感觉不帅气。而且尤其我们男生的头发是那种都是吹的老高的了那种的，戴完帽子直接压粑粑了啊，直接压粑粑了不帅气啊，戴的那个帽子就是感觉不是特别帅气，前面又弄个摄像头跟那个独角仙似的。我说能不能不戴帽子？人说那个不行，宁哥你不戴帽子这个节目可能播不了，因为它属于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范畴之内。我说啊，那好吧，有人说没事，宁哥。等那个节目到你的时候，我们给你快转，就是给你加速放那段。比如说我那个是这样，他给我放这种这种，给我加速是吧？你是要给我加速是这意思吗？但我想跟你说，那个是不行的，为什么？如果你是匀速下降，你后期可以加速。你那个是，你看那个绳索是这样，它是这样的。如果加速以后，他是整个人在空中弹，你懂了吧？这懂了吧？你明白吧？如果他是匀速，比如说你慢慢的下，后期加速下来，但是现在是感觉在那蹦跳，感觉你在上面是触电了，你在楼上，你在那抽搐呢，那不行的啊，朋友们啊。当时我在那绳索那地方真的想唱一首跳楼机给他们听了。我天4你有几期不在？我目前定的是录前5期，我只在5期，应该是因为我后面时间对不上了。但是我录完第二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我就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这季如果后面没有时间去的话，我下一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来的一个节目啊，因为在里面就是因为我毕竟还是个歌手嘛，我毕竟就是虽然演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戏，但是我还是喜欢唱歌的嘛，我还是个歌手嘛，所以当我再回到舞台，再去投入到编曲啊，跟他们分享啊，然后获得别人的分享啊，那个我还是让我有快乐的感受的，所以呢，就是还是挺喜欢的啊。哎，上热搜了吗？行，先不管它，一会儿我看看这个大家对我上热搜这一块有什么评价啊？一会儿咱们再看看 AI 这块怎么去分析我这一场直播的热搜的一个东西。有朋友说北京电影节那个闭幕式你下舞台的时候差点摔了，要不要解释一下？那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什么什么马有失蹄，类似啊。不是富贵险中求，因为那个我说这个你们不会觉得我有优越感吧，朋友们？为什么？因为可能在场的各位都没有上过那么大的舞台。哎，
像这种舞台，它的地板都会打很多的蜡，擦的锃亮。所以你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啊，它这种舞台给你擦的锃亮啊，可干净了。然后呢，在这种这么光亮、这么光滑的一个舞台上呢，如果放了干冰，因为它要制造舞台气氛嘛，它放完干冰之后呢，它整个舞台都是有一层水雾的啊，有一层水雾的。所以呢，那个如果你鞋底儿那个比较的不防滑的话，就很容易说滑那么一下。哎，很容易滑那么一下，所以就鞋底打滑了啊，也没什么，没什么，这一季开推有唱歌吗？没有吧，就我自己唱了很多，在里边没事就唱。你们不看那个？你们不是看那个先导片了吗？你们先导片很多朋友看了，你里边有那个吹口哨那个，你们听到那个口哨音了吧？就是那个。这个，里面那个口哨音都是我们就是那个白宇那天他先吹的，然后我们一块跟着哼哼的。这个友谊地久天长，那个时候是我们马上要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吹起了这首歌。啊，就是很感人，你们到时候看吧，真的超级，就是你知道吗？所以在里边都会有很多那种唱的歌啊。就把这个开推当做音综来录，也没有了，唱的比较少啊，也就唱了点啊，就自己清唱，都是清唱那种的，有朋友说还想听开推的，我就先不讲了，因为等那个就是跟剧情相关的东西，我就都不会讲嘛。因为5·1到时候开播了之后，然后你们伴随着看节目，然后节目的播出，然后可以说后期直播的时候，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录那期当期的一些好玩的点和好玩的事儿，然后都会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没事儿，不着急啊。5·1的时候你们去看看就好了，多多支持一下。腾讯视频。开始推理吧第3季。有朋友说宁哥你是宣传小助手，所以朋友们总有人好奇我在这个行业里为什么总有人给我活干，因为找我干活性价比会高一些，找我干活性价比会高一些，真的是，就尤其从宣传这一块他们省了一部分的这个宣传费。
将不及那些曾经你隐去，只想听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你和想心痛的结迷这道情，隐藏着双重身份，最终到我地。地上雨风中颗粒鼓动着旋律，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又开始对问号，开始对篱笆，一直推不透，终于将生的梦话，无视无力看花，开始对篱笆。因为宁哥唱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我刚那个直播的时候你没进来是吧？我说今天感冒了，我说不唱歌了。有没有说老大五一出去玩不？我五一一堆工作呢啊。做艺人也是一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基本没有什么节假日休息的啊。我明天还有活，我明天有活，明天有个品牌直播，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打算去给我捧场，给我蹭场面？哦，是这样的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明天我有个品牌直播，你们不是正常应该去给我撑场面吗？就是家人们。有没有这一期有主题曲吗？没有。这首就是这首就是这一期的主题曲啊，沿用，非常经典，永流传啊。有朋友，这会儿我们是家人了，我啥时候没有家人过？我啥时候没有把你们当家人过？别找事儿闹事儿啊！闹事儿给你踢出去，让你永远成为我直播间的黑名单。那换个号，也不是不行，可以的。有朋友说你跟那个姚小棠你们拍那个视频的时候，中间放的玫瑰花，我以为卫生纸呢。很多人说那是花卷儿，说为什么说那个桌子上放两个包子？放了花卷儿、馒头啊，我以为是包子，没有，那是两个玫瑰白玫瑰啊，是有点像。我后期看是有点像啊，是有点像。就俩人就是意思座位哭饿了，然后哭累了，然后饿了，整两个包子吃。有朋友期待第3期的金曲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啊，就不接了啊。5.0啥时候啊？其实我之前是预计说这2天的，但是突然那个这2天多了很多工作，所以呢我就没时间去准备这个5.0了，所以倒是没事儿，我5.0先欠着，反正都会补的啊，我肯定会补的，放心吧，不着急啊。老大开推有第4季吗？你这想的有点早了，你想的有点早了啊。这个其实我想说，朋友们又要说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其实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可能觉得对你来说很多事是张嘴的一件事儿，但其实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是那么的向上吧。一个所谓的综艺节目能够开起来，其实真的很难。为什么？第一，招商很难。
明白吗？招商很难，不像以前，因为以前的很多节目，招商很难。如果没有招商的节目，就是没有人投钱，那就开不起来，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艺人的时间很难凑。对，就像这一次录开推的时候，艺人的时间真的很难凑。就像我们这一期录，其实也有很多的困难，就因为很多人在组里，柯宇啊，张凌赫啊，热巴呀，包括金靖都在组里，就我跟老白在抠脚。他们在组里，因为我们想对齐一个时间来录制，很难，真的其实挺难的，所以这一期能够来的这些朋友们，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真的，第一是喜欢这个节目，第二他也是认可我们这几个朋友在一块玩的这个氛围，他是认可的，他们也是排除了万难来参加了这个节目。对，时间凑到一块是真的很难。他们都是因为上一季录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因为上一季录的时候我在剧组拍戏嘛，我都是那种早上起来拍戏，拍到下午，然后剧组让我飞机飞走，我飞来了之后录完了之后，然后呢一定要就是当天晚上必须要9点半之前我要从那个节目组走，我要赶回剧组，第二天早上开工。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人也都是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录着他们都已经精神都已经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他从剧组赶过来了，而且剧组就是基本不会给你假，很少剧组给假的。辛苦其实倒还好，我们不敢说自己辛苦，只是说想要对齐这个时间，真的是凑大家伙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个节目，其实是挺难的啊，是需要多方协调的啊。不仅节目组要协调，所有的艺人也要协调，然后场地也要协调，然后也要跟这个剧组协调，其实是对。所以每一次能开一个综艺，我都觉得就挺怎么说呢，就是挺开心的吧。因为我开推这个综艺，我是从第1季到第3季了嘛，这好像也是我第一个算是能让我来3季的一个节目吧。我其他之前没有录过说来过3季的，像之前的我们的歌我虽然去过，但是不是全程在的，但只有这个节目是全程在的嘛。从第1季开推第1季11号公寓到那个河里摸鱼，再到今年的河里摸金鱼，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挺难的，当然也不是卖惨啊，这个东西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啊，很多节目是开不起来的啊，开不起来，真开不起来。有朋友说旅游综艺去吗？我之前有在聊一个，我就跟大家上次直播说了嘛，有在聊一个旅游综艺啊，然后一直在敲人，然后一直在不知道，反正我等通知呗。然后如果人齐了，节目开了，我就去嘛，我就去玩一下。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其实综艺录的算少的，我最多1年就1档综艺。你们也知道，我一般在剧组拍戏嘛，1年1档综艺，然后但基本都是音综。我唯一给的不是音综的就是开推嘛。但今年呢，就是从剧组出来了，我要研究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最近不都一直在搞演唱会的事嘛？那中间有一些稍微休闲一点的时间，那就录综艺嘛。但我录了这2个综艺，包括天赐，包括开推嘛，我就觉得还挺好玩的。我真的觉得录综艺这件事挺好玩的啊！而且以前我都觉得什么，就是录综艺好像就是不务正业，其实不是。我觉得录音综来说，对我来说，它是产出一个作品，然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
音源的部分产出。那录开推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能说有意义的吧，我觉得在里边我也成长了很多啊，无论从为人处事啊，从逻辑思维啊，其实都挺好的。我觉得反而我觉得录综艺是一件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而且我真的会有反思，就是录一个综艺我都会有反思，我都会觉得，哎，这一期我哪做的不到啊？我是不是就是这种的啊？但是我是那种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不是给自己自卖自夸，我是那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就是自己卷自己那种人。我真的我不是说我有多努力，没有努力，我只是要自己卷自己。就是我上一个东西，我就让它是一个东西啊，而不糊弄它。我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会说我去参加一个节目我就糊弄，或者是我划水，我做不了这种事儿。所以我就是我得自己卷我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付出了，然后呢，付出的同时你获得了回报。比如说我在这个舞台上唱了一首歌，我精心准备的，或者是在编曲上用了很多的心，或者是怎么样去练习它，然后最后大家听到了之后觉得反响不错，哎，这个时候我就会获得那个成就感。我觉得那个努力或者是我自己的小小的练习是得到认可的，哎，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心，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有意思。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音乐人计划你会常驻吧？我只要时间行，应该是常驻的，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就应该，去年的时候那个节目就本来就是打算常驻的，但是就是确实在剧组拍戏没时间嘛，然后就去了几期，是这样的。但是正常我本来因为音乐人计划那个节目4年前就跟我们说了，大概3、4年前就跟我们说了，你想想，一个节目4年才开起来。多难呢，所以呢，就是我本来4年跟我们说，其实就是常驻嘛。然后，如果今年开的话，我肯定是常驻的嘛。个音乐节目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要蕊自己的舞台吗？就我也像那种网上那种乐评人那种的，我也像网上那种乐评人那种的，就是蕊舞台那种的。蕊一下，蕊吗？锐评自己啊，也别太锐评自己了吧。我有的时候给自己骂太狠了，我的粉丝会生我气。大家很多朋友会生我气，说不许说我宁哥，不许这么说小宁啊，不能自黑啊，自己夸自己那不更尴尬吗？对吧？那不更尴尬吗？对，太尴尬了，需要鼓励啊。那夸一下就好，自己夸自己，那这个东西是很尴尬的，你懂吗？没有自己夸自己的，自己夸自己也，别人也不信，你干嘛？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嘘。行，那行，我蕊一下吧，好不好？我蕊一下，说说细节啊。这东西吧，我从来不想给自己标榜成一个什么音乐人，或者是什么那种对这个音乐有多么高的一个见地，多么高的一个见解的一个人。我不想，我特别不喜欢捅我自己啊，我特别不喜欢我自己去捅那些
专业术语和那些所谓专业的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学厨师的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怎么做好吃，你可能会相信我一个这个学厨师的跟你讲这个音乐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弄，你可能未必信，你可能是未必信，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主观啊，非常的主观，因为你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很主观的，你喜欢的唱法也是主观的。这个行业有很多乐评人，就是他们会就是每一个乐评人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所谓的专业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人也好，他们都有自己主观喜欢的一个流派。比如像有一些乐评人喜欢什么呢？喜欢那种技术派的，就是他的嗓音唱法非常的标准，非常的好听，技术非常的棒，技术非常棒啊。然后呢，另一撇呢，就是不太喜欢那种纯技术的，他就喜欢生动的有特色的。对，不一定，所以这是每个人的喜好啊。所以有一些乐评人是这样的，他喜欢技术流那一挂的，喜欢那种纯技术流、纯唱法流的，他就会唾弃那些技术不娴熟的人。那可能有些喜欢那种比较生动、比较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不能说瑕疵，就有一些就是那种不是规范里的东西的那些乐评人，他就会很排斥这种纯技术流的，觉得那样的唱歌没感情或者怎么样，他有他自己的见解，所以他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啊，就是看你想夸还是想骂而已。有朋友我喜欢你这一拍的，我是啥拍的？我是啥拍的？我是抠脚拍的吗？喜欢流派啊，喜欢流派，流派，雨宁派啊，自由派也没有了。其实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没有，就是你看我，我不喜，我就是这样的。我是给自己定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啥都能行，但是就是你说我每一方面特别精吧，我肯定是没有，我不敢说哪一方面精，但是我啥风格都能唱，唱的都还可以。你说唱的有多好，多么的牛，那我不敢承认。但是我是啥都能唱，比如说摇滚也能唱，抒情也能唱啊，比如说带点说唱的我也能来，那么 R&B 爵士我也能唱。但是你说我跟那些唱的特别好那种的，我肯定没人唱的好。我就比较的综合素质，只能这么一个东西。我属于综合这种的啊，就是这种的，蕊一下吧，来，那就这样，我找一个舞台，找一个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啊，一个叫做这个张碧晨，一个叫做刘宇宁的这个舞台啊，我们来听听他最近这场演出叫做少一点天分是吧？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哈，看看这个他们这个舞台表现怎么样，朋友们。这两个歌手我都非常喜欢啊。首先那个张碧晨这一块就不用说了，他的唱功这一块就是比较的十拿九稳啊，十拿九稳，就是听他唱歌就比较的妥帖啊。他也算是我们现在内地就是主力的这个女歌手了啊，在这个主力女歌手的行列当中了。那这个刘宇宁呢，我不是很了解她啊，我只知道她当年是这个从网络上出来的，但是这几年好像也没出什么新歌，然后一直都在剧组拍戏。我记得她印象当中她是个演员啊，所以今天来听听刘宇宁啊，这个歌手刘宇宁和这个张碧晨给大家带来这首这个少一点天分，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表现如何啊，来。这是什么东西？对不起啊，弄错了啊，稍等一下。弄错了啊，再来一下。别尬黑啊！我作为我们那个，我是那个，我是一个资深乐评人，叫我老刘就行啊。资深乐评人老刘啊，今天来看看我们这个两位
等会儿，我作为资深乐评人，我的这个麦克风效果一定得好一点，所以我换一个别的效果啊。等一下啊。OK， 好，这个效果会不会好一点？看听起来声音好像会稍微的有一些磁性啊。来，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位由刘宇宁和张碧晨来的一个少一点天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啊？等一下，哎，这怎么回事？完了，等一下，因为我最近刚干这个啊，所以那个很多东西不太熟悉啊。这怎么了？什么鬼？完了！不好意思，等一下，朋友们，这个不太会弄。好，来啊。这中间有个篮筐，这个真是讨厌啊。行，来我们听一下啊。哎，这个刘宇宁今天这个妆造不错，我觉得啊。小伙长得挺精神的，我看他挺帅气，这面这衣服穿的也好看，长得也挺精神的。为什么网上总有人黑他，说他长得丑？我怎么？我觉得还行吧，朋友们，挺帅的啊。这小伙挺干净的，一看就东北小男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挺好的啊。我网上总说他长得丑，他也不丑啊，挺好啊。我们看看啊，刚才这是我觉得就是偏见这个事儿，是吗？行，咱们从音乐角度来分析一下啊，看来开口唱是刘宇宁这块唱是吧？那我们听一下啊。可以啊，不错，他这前面两句唱的挺好的啊，就是他是因为这个歌呢，它是比他原本的那个歌，它就是一个原唱，就是一个比较小情绪的一首歌，它不适合那种大开大合式的诉说，他就是讲自己内心的一点小东西，所以如果上来给的特别猛，这个歌的这个调性就会很奇怪啊，就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但你却在声嘶力竭的去呐喊去诉苦，这个就会让观众没有什么共鸣，所以就是这种淡淡的用语气的方式表达，就跟说一个故事，说小伤痛啊，痛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一个小伤痕而已，无所谓。他这个感觉唱得很对啊，他这两句就是基本没有什么技巧里边，但是他没使用任何在演唱上的技巧，但是从语气上他应该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啊，他做了一些很多的思考，咱们再听一下，往下来听着。刚有一句。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他那个过，他是用了一个小小的小滑音啊，就过了。他用了个这么一个方式，用了这个算是在唱法上比较油腻的一个点啊。我建议就是刚学音乐的朋友不要这么使用这个方式，就过了，这是很油腻的啊，就过了。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音准在这儿。他唱了一个就过了，哎，这就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一个油腻的唱法。但是呢，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刚进，如果他没有在情绪上的变化，或者在唱法上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小小的设计的话，他这4句唱完会很淡，别人都会记不住，你明白吗？他又想保留那个诉说感，但又想让观众记住他这一段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唱啊。他用了一个稍显油腻的方式，但是他整体听起来比如说他这个东西，他一看这个，我觉得刘宇宁应该是做过厨师吧，他知道。比如说这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青菜，他一定要有一道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咸一点的菜或者是辣一点的菜，他去调剂整场的一个清淡。所以呢，比如说全是素菜，那我来一小碗红烧肉不犯毛病，对吧？
啊，他会整体调节这个东西，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设计。他那个用就过了天空黑了，他是那种的，哎，用了一个稍显油腻的一个方式，但是在整个一个平淡的诉说感当中，他不显得多，他觉得就是还挺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厨师，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懂美食的一个人，然后首先呢，他也知道这个观众想要听到什么和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抓住观众，又让观众不烦啊。就我们往后继续听啊，这个处理很好。正所谓这个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他刚才这两句过渡那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可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嘛。因为这个时候张碧晨的这个和声进来啊，他俩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化学反应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他唱的也是比较的用以气去带唱的方式，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不离不弃陪伴着，他是这种的。所以这一句他有点这种。前面是给你讲一个故事，前面是小伤痕痛几回，但是我观点，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根据原词的一个思考，你就会想说，他是他的一个感悟。人在唱感悟的时候，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而是说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悟，就是有一种其实把这个在唱感悟的过程当中唱出一种叹气的方式，会更加的走心。为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像平时我们说话一样，说。哎呀，人呢活着一辈子，图什么？不就是为孩子活的吗？他是这种的感觉，所以你看，孤单总是会在这儿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他其实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孤单总在这儿不离不弃陪伴着我。他不是要对第三个人说的，他是要说给他自己的。他说给自己的，所以加一些叹气，一种感叹的一个方式，让这一句话歌词和这个情绪。更加的符合，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就是比较思考过的一个处理啊。我要说的是后面进副歌的第一个部分，你们听啊，这个地方，哎，第一句，我们都在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哎，就这两句正常人的唱歌，因为这是大家很多歌手的一个通病。就是要进入副歌了，他就会使劲儿，因为他觉得前面压了很久了，这个地方终于来副歌了，这是最亮点的一句，我一定得冲出去，我一定得给大家记一点，我要展示我的唱功。No， 这其实是在整个音乐流程当中最不好，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一句你哐就冲出去，你要情绪爆发，你要展示了，音乐里小学生，哎。小学生，真正的歌手在这个时候越要大家因为预判了要到副歌了，因为大家都期待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这是这个歌的一个最精华最好的15秒，大家都在期待，你可能要放开了，但不，这个地方你反而要收，而是要很平淡的去唱给他们，要收，不能放着唱，我们都在爱情里，就上来就嘶吼，上来就开始那个抒发情绪了，不高级，所以他这个处理的是很高级的，收着唱，但是语气也没有丢失，收着唱，在讲述的感觉，还是在讲述，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让他心里没有太多波动了，就是这种感觉。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上了一刻，才知道什么要割舍，还是在收的，还是在收。哎，很舒服，朋友们，这是很舒服，这感觉就是他整个唱的这个东西很舒服。朋友们，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为什么会这么舒服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能感觉到刘宇宁这个歌手唱商很高，因为很多人会犯一个毛病啊，就是因为都知道合唱歌曲嘛，合唱歌曲，其实很多人都忘了合唱这2字的含义是什么。就跟演戏是一样的，两个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如果一方只想着怎么去压对方的话，这个戏会非常不好看。但如果这个人去想着对方压对方的话，这个对方也能压他，情绪又符合的话，这场戏是好看的。但是在你了解这个剧情的情况下，刘宇宁首先在演唱上他没有想要说，哎，我要唱得多好，
啊，我要盖过他，因为前面的一段是我刘宇宁的展示的一个区域，我要狠狠的唱，狠狠的炫技，狠狠的撒狗血。No， 这不是合唱的理念，合唱是互相成就的，哪怕你给别人和声，哪怕你站在旁边，你作为背景板，你都要是相互成就的。这个东西就像踩楼梯一样啊，你比他高一点你才能踩到他上，但如果你比他高很多，你迈这一步就要难了。所以这就是逻辑上。所以刘宇宁在合唱这一块，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唱商的一个歌手啊，他这一块就是对，所以他不争不抢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好，在前面平平稳稳唱完，然后呢，该有的诉说感有了，该有的代入感有了，接下来可以就是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我是一桌饭啊，一桌菜，我就是那个前菜，我让你先开胃，然后后面你再吃那个最精彩最好吃的东西。你不能上来哐哐直接一个水煮鱼第一道菜你哐哐干下去了，你后面再吃任何菜嘴没有味儿了，你嘴已经被麻住了。你后面再弄山珍海味什么这个龙虾什么鲍鱼，你也吃不出鲜味了，你懂吧？所以前面就先给你一个淡淡的小酸萝卜，哎，让你开胃。酸萝卜呢，虽然看起来很廉价很便宜，但是它可以调节你的味蕾，让你吃后面的菜的时候会更有感觉。刘宇宁不错。OK，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我非常喜爱的这位歌手张碧晨老师的这个唱段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处理的啊。哎，这一句，他是个很聪明的一个歌手啊，他是个很聪明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会发现前面刘宇宁在唱的部分基本都是以断句式唱法，你们可没有注意到吧？刘宇宁在唱的时候，小伤痛，停，痛几回，停，就愈合，停，依旧还能停，或者它是断式的，因为它是一个说话一样，小伤痕痛几回就愈合。但是呢，他就是想要跟前面的区分开，而且让观众有新鲜的一个视听感受，所以他把这一句话唱得非常的连，你会发现全部都是连接起来的，因为要区分于前面，如果跟前面一样，他也上来小伤痛，痛几回就愈合，他也是可以唱的，但他唱的全部都是连的，你可以从头听一下啊，你看还能活着，但刘宇宁唱的是还能活着，区分开，这才有让你从听觉上有新鲜感，这是聪明的歌手的处理方式啊。如果我前面唱的非常连的话，我前面是像他那种连，他这个地方一定会断着唱的，这就是两个人合作的合唱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可能你不是专业歌手，你可能体会不到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人是注意不到这些细节的。但是你有些歌你就觉得听得很舒服，为什么你不知道？所以需要我这个老刘来给你讲解一下。乐评人老刘啊，是这一段主音呢是我们张碧晨老师唱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啊，这个唱功实力在这儿啊，因为他就是没有太多，就是你挑不出任何毛病啊，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就是他的处理都是非常之成熟且自信，让你听着就很舒服，就很有感觉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方式，而且也是他混这个乐坛这么多年的一个底气啊！这没什么问题。这个歌其实说实话对他来说很简单，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有难度的歌啊！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歌没有演唱难度就代表这首歌好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演唱难度是一回事儿，但是不代表它好唱。这首歌其实在演唱难度上对他来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需要用他多少的功力呢？也就30%功力去唱这首歌，演唱难度。但是其实内在的东西是需要老刘带你们去体会的。对，所以就是整体来说对他来说这个歌是他很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就没什么太多的一个说，我再一个怕说多了不太好。我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刘宇宁这个人该批评批评，该称赞称赞，但是张碧晨就是确实在这个行业里地位在这儿，也不太敢说太多话。有的时候有时候拍马屁都由于拍马蹄子上，所以就是尽量不去讨论啊。哦，听说这个地方
就是我之前看节目的时候，听说这个地方哭了嘛，啊，后来这个雨宁老师他后面那个流眼泪了不是吗？然后呢，当时我也去给刘宇宁打了个电话，我问刘宇宁我说怎么回事那地方，然后他就说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当时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这个部分，刘宇宁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酝酿了。因为他说这个张碧晨让他最后哭，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不酝酿的话，后面情绪上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走近的时候，他已经在走心了。你看他这个痛苦的表情，你有没有看到那种就是脸有点微抽的感觉？刘宇宁跟我说，这个地方他已经开始上情绪了，因为他要为后面的这个哭去做准备，但这个准备又不能做得太充足，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段。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地方先让自己先上头，先把那种委屈感和那种不甘感，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遗憾感先上头。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有点上头了，看没到？哎，他现在已经上头了。哦，怎么酝酿的？他没告诉我。啊，刘宇宁没跟我说。所以呢，这地方你能感觉到他明显这地方有点已经上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后面的哭戏所酝酿啊。当然我们作为观众肯定不知道，就觉得他好像是这个好像脸抽筋了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啊。咱们往后看。这个时候突然我看着他，然后我突然刘宇宁跟我说啊，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前两句看到对方唱，这一句打开，因为他当时就要哭出来了。前面那个上头之后，在这两句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哭的话就早了。于是他马上抽离自己的思维，放到外边，啊，把这个思维放到外边，啊，马上转头去看提词器。哎，这个时候他就是如果再看下去，马上这个地方就要眼泪就要掉下来了。那没有在精准的时候掉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作为演员这个身份的一个奇耻大辱，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转过去了，看到外面了。哦，继续往下看啊。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前面那个地方哭？刘宇宁给我打电话说的啊。为什么？因为后面他有句高音，他有句高音和声。上天的缘分，太多舍不得。他有两句和声高音，如果哭早了，那两句高音的和声他唱不稳。就会很垮，因为这是结束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听后面的和声是很高的啊。这个时候虽然没有给刘宇宁镜头，刘宇宁就觉得 OK 是时候了，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上头了，可以开始酝酿最后的结束了，因为只有两句词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满满的上头。虽然镜头没有拍到他，现在只要拍到他的表情一定是很痛苦的，一定是这种抽搐的。我们看啊，最后这个刘宇宁说这个哭出来了啊，当时其实那个很难把控的，因为很容易这个眼泪就出来。这个张碧晨跟刘宇宁说什么呢？说这个不能流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技巧去控制的，你得就像比如说，就像你往这个酒杯里倒水，你得倒的刚刚满，又不能溢出来，这其实是很难的。在场很多朋友们，你们在家里都给自己的父亲或者是长辈倒过啤酒吧？他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倒啤酒似的，你哐哐咚咚咚咚咚咚往里灌，一会儿就冒出来了，那就不撒一桌子不好看。你慢慢倒呢，到时候又感觉不到位，又没有沫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难拿捏的，很难拿捏的。这个时候，刘宇宁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时候他在等张碧晨哭，他当时就在等张碧晨哭，说：“老妹儿，我都这样事儿，你呢？怎么会？什么情况？你什么意思啊？哭啊！你怎么笑了？你不跟我说你哭吧？你怎么笑了？你为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我很可笑是吗？你是觉得你宁哥很可笑？你玩我呢？你给我俩开玩笑呢？啊！当时刘宇宁这么说的啊，我不知道。刘宇宁是当时内心是这么想的，他给我打电话说的。然后这个时候，
这几下缓情绪，就是觉得行，我是小丑，纯 Joker， 纯 Joker 啊，但是刘一宁跟我说的啊，刘一宁跟我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纯 Joker 啊。所以呢，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咱们先不说这个等一下 ，OK， 好。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说嘛，他们这个舞台我觉得展现的也是挺好的啊，也挺不错。然后这个我觉得更多我感觉就是，当然音乐方面没什么太多说的。我刚刚在过程当中已经分析了他们两个人这个唱法。然后呢，最主要其实还是觉得这两个人的互动什么的，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对，所以呢，这一期我们这个看这个张碧晨还有刘宇宁这两位歌手的演唱，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希望下期咱们还能够再见。所以呢，此时此刻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我也会不定时的出一些这个reaction 的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有可能这一期是蕊这个舞台，下一期蕊节目、蕊剧，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订阅一下老刘的频道哦。谢谢各位了，拜拜。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上个卫生间去啊！我上个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下。我放个我这样吧，我把刚才那个 VCR 好重新放一下，你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这样我正好就去个卫生间去。在我没有蕊的情况下，你们自己去看一眼，这样可能会更那个，等一下，我这个就不太好，不太会操作了，感觉，好，行，你们看一下吧，你们自己瞅一眼啊，看我刚才那个老刘给你们分析的对不对啊？咱家这帮朋友挺好，挺厉害。我这直播刚讲了那个开推刁维亚那个部分，有人直接把那个片段剪起来，已经发网上了，已经剪出来发网上了，然后刚才被金靖看到了，金靖看到了，发我们那个群里了，说我在骗粉丝。我没看清缘由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群里疯狂讨论呢。静静看到了，太快了啊！我刚刚，不知道他说啥玩意儿，我看看啊，等一下，不知道他说啥玩意儿。等一下，他发了一段视频啊，我先把麦拔了，我看他说的这个东西，我
没有，我就不放，因为他没化妆，我就不放了那个他的画面。他说的是，刘宇宁，你别把我笑死！你知道你是怎么出去的吗？我就可以在后面看着。婷婷啊，别怕，小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害怕。你的手一直是这样的，我就可以在后面笑死。我拉我进群，我们群里就6个人，河里摸金鱼在那儿啊，你进不了群啊，你明星啊你。他形容我手是这样的，抓的那个绳子一直这样。啊，人之常情。流星划破夜晚的小然后有朋友说，老大你拉我进群，咱们不是家人吗？是我们这是朋友群，咱是有个家人群的啊。就比如说你家人的群，你怎么可能？你想想，你怎么可能你家人群把你朋友拉进去？月光点燃思念感叹，多少绚烂未完，前路未堪，怎忍心和你离散？可是你情泪呼唤，不然我耳畔怎觉忧郁流窜？连您都不跟我遗憾。我说那宁哥，咱不是朋友吗？是我跟你们是朋友，我跟他们也是朋友，一样，咱都是朋友嘛，没关系啊。首先，但是你们跟他们不是朋友，他们跟你也不是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未必要介绍给我的朋友，这个东西是选择的问题，而且我的朋友也未必想认识你。啊，这个分寸还是得有的啊。才让我也没有忽闪，万幸我仍然有你在身旁，万幸你仍然信我的回返。纵然这岁月能变幻，你也仍愿陪我在一段。我信这深夜能瞬间温暖，我信这想念你如同感。是分寸感很重要。所以咱说的逻辑就是什么呢？刚才不是蕊的那个，关于刘宇宁还有张碧晨那个舞台嘛，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这种节目咱没事可以搞一搞啊，没事可以搞一搞。咱们就是就是可能因为我老刘属于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乐评人，前提是我只敢蕊我自己。我蕊别人，我真怕我憋不住，我损的2句儿，天塌了。我流转，你我相伴，故事未完。因为很多这个网上就是蕊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以去说。第一是他们什么呢？他们是在业内比较权威，比较那个是有一定的阅历，有些话呢，他说完之后有人信，或者他比较相对权威一些，比我这个刚入行的一个乐评人来说，肯定比我权威一些。第二是什么呢？有些比如说他去说了一些所谓的实话吧，所谓的实话啊，然后会遭到一些那家粉丝的攻击，包括我家粉丝的攻击。其实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流量，就是也是一种关注度啊。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是我这一撇的流量，我不太敢触碰啊。
就是这种骂声的这种流量，我现在不太敢触碰，因为本身已经有了很多了，所以再去触碰一下，就是我容易承受不住。有朋友蕊一下你的座位吧。有人想听吗？想听这种座位的，老刘给你们 reaction 一下。流星划破夜晚的悄然。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可能是有些人能听懂，有些人听不懂啊。但是它是一个行业的实话。但是呢，我想说的一个点，它虽然是行业的实话呢，但是大家都各有各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打个比方，我作为乐评人老刘来说一句话啊，不是刘宇宁说的啊。比如像少一点天分这样的歌，是刘宇宁和张碧晨唱的。我可以去骂刘宇宁，但我不敢骂张碧晨。我作为一个乐评人，但是呢，座位这首歌是刘宇宁和姚小棠唱的，姚小棠作为一个行业新人，骂他两句没毛病。哎，我是作为乐评人老刘的一个身份来分析这个行业啊，因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就是人情世故。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你永远记住这句话，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情世故。多少绚烂未完，前路未谈，虽然心和你离散。我心我仍然拥你在身旁，我心里仍然紧握的回放，纵然这岁月满面黄，你也永远陪我在一旁。我心里仍然懂我的回看，我心之想念你也有同感。时光流转，你的相伴依然决然。所以接下来我要蕊一蕊这个座位了，当然我也不可能，没事啊，我有数，放心朋友们啊。来，那就行。你们既然想看这个老刘给你们蕊一下这个座位这个歌啊，让更多朋友们不仅仅是从一个看热闹的角度，让你真正的去剖析一下这些歌手啊他们在演唱时候的一些设计和他们的想法，真的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啊，关注我的微博摩登兄弟刘宇宁。这样我们来一下啊，这个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刘宇宁和这个姚小棠的一首《座位》啊。来，我们看一下啊。OK， 这是他的第一句开口啊，唱的非常不错啊，唱的非常不错。其实大家可能，刚才我说了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首歌其实大家感觉它是一首很简单的歌，或者相对来说，流行度比较高，也就意味着这个不是那么复杂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最难的点，你们可能都没有发现，是它的句子每一句都很长，它的每一句都很长，也就导致你的换气口，如果你的呼吸、你的换气，不是很娴熟、很自如的话，你会唱不满。你就是第一句，听说你终于找到最爱那位，这地方马上得换气。让你狠下心等我的世界里全身而退，又是长的。请原谅我口是心非的祝福太虚伪，还有太多不敢再隐隐作祟。它是连续的四个短促的一个呼吸，但是要唱很长的一个句子。如果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呼吸的不够满的话，你在下一句是能唱的，但是你的控制力就不会那么强，懂吗？因为你可以去仔细听他的
每一句，你可以跟着唱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因为它每一句都很长，而且且连贯，而且都是很多字连到一块儿的啊。别看它是 A 段不高，但是它的这个是每一句都很长，唱下来不难，但是唱好难。他的演唱能力很强，原因是在于他这4个气息让你他的呼吸让你没有听到任何他的急促感，他都唱得很放松很淡然，对吧？你们能感觉你们能感觉他这个对这些这么长的一个句子这个换气，然后再接着唱，再换气，再接着唱，他有难度吗？对他来说一点难度没有。所以他在演唱能力上这一块，其实别看只是个 A 段也不复杂，但是其实已经掌握了已经展现了非常强的一个演唱功底。真的，你们可能你们有机会你去 KTV 去唱的时候，或者自己唱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很平稳很平缓，没有任何急促和匆忙啊。再往下听，你看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很多歌手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到副歌就要猛猛的上，他不管编曲内容是什么，他不管这个他不管这个编曲的内容是什么，他里边的配器用了什么，他的情感是什么都不管。到了副歌他就觉得我要展示了，我要展示我的唱功了，我要某的也不是说撒狗血吧，就是某的去释放了。他也没有，他都是延续前面那个淡淡的稍微放了一些，然后加了很多情感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没有去展示他的这个亮音呐，包括一些高音的一些共鸣啊，他没有展示这些东西。而且他是用一个特殊的咬字，他是稍微这样咬着去唱的，这样咬着去唱的时候就会更有诉说感。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事儿就应该这么做吗？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而不是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如果把这个口腔打开之后，他就没有那种语气感了。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是咬着唱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他是咬着唱的，咬着这个嘴，所以他其实是很有唱歌能力的一个歌手啊，很棒的。对，而且你看他副歌，他从进副歌，虽然他表情的这个浮动很大，很痛苦。你看他现在这个定格这个画面，他就很痛苦，但是他的声音出来了，都是那种缓缓的、连贯的、循序渐进的。你就听他副歌那几句啊。还是拿气去带，唱。承诺余生都奉陪，都是这种的。而我始终学不会，而我都是这样的，用气带啊，你仔细听。对，就是刚刚说的回忆嘛。其实这个歌最高的2音就是曾经这回忆里昏睡，这是这首歌的所有的旋律上的最高的2个音。正常的歌手，不是正常的歌手，很多歌手唱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音量提大。回忆里昏睡，他把这个音量提高，但是他没有在做提高，他只是把它做的集中，他把这个声音做的集中了。所以就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没那么突兀，但是又有让你有一种那个紧迫，就是不是紧迫感，能够唱到你，就让你揪心感啊，就是让你 get 到那个回忆的那个点，但是他没有给唱的很大声或者很共鸣啊，所以你可以，这些都是他的非常聪明的处理方式啊。马上回来了，勇敢的飞。好，接下来到了这个刘宇宁的部分，我们看看刘宇宁这个处理怎么样啊？你听这个整个编曲，它的整个编曲的氛围起来了，它从这个间奏的地方啊，勇敢的飞，这一句。吉他已经出来了，鼓已经起来了啊，鼓已经起来，吉他已经起来了，所以他整个情绪已经递进到下一个氛围了啊，所以接下来咱们看看刘宇宁老师是怎么，不是这个小刘宇宁是怎么去处理的。
弦乐什么增增增增，这些吉他都起来了。说这个地方第一句很重要哦，因为这么多乐器给你已经铺满了一个氛围，让你从一个非常安静、非常痛苦的一个氛围当中突然给你铺满了，这一下怎么接很重要，这一句开口很重要。如果接不住，整段垮掉。咱们来看看刘宇宁怎么接的啊！我觉得刘宇宁这歌手也挺聪明。你看他唱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和他上一首跟张碧晨那个完全就是两个感觉了。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哐哐哐哐急的起来了，所以第一下一定你得把声音集中的力量感给到，但是又不能纯大声喊。听说你找到，这就不好听了。一定是听说你，就是把这个情绪，就是这个形容叫什么呢？就是你能通过这个声音，能感受到他内心情绪很丰满，但是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就有一种在那种内心的呐喊，内心的力量，他要用内心强大的内心感受去支撑他的不是他的台词，他的这个想要表达的这个语境，所以你能感受到，虽然他的声音不大，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内心很汹涌，你去仔细感受，他是其实声音不是很大，也不是很亮，也不是很高，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汹涌，虽然又用了一个很油腻的方式，一对。这其实是很油腻的一个演唱方式，但是有些东西吧，就是这种油腻被一些人所用好了，那就是它的特色。这是我作为老刘，作为一个乐评人来说，这种东西有些就在这个行业里，在我们歌手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鄙视链鄙视链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也没有特指谁只是说我们歌手都会有一个鄙视链。比如像什么呢？比如有人喜欢唱歌里边加哇耶耶呜耶呜，这种东西其实在演唱当中是油的，但是我是想说这个方式是油的，但是我想说的，你把这个用的好，那就是你的特色。你会发现很多歌手喜欢呜耶耶呜哇哇。我这么唱你觉得很油是吧？因为我没有把它用好，但很多歌手是用好了。还有什么是我们歌手比较鄙视的？就是唱着唱着就是把麦克风举到下面说你们好吗？这种是，就是在作为歌手来说，就是有一点那个比较油的地方。但是你要用得好，现场气氛就会变得很好。像我刚才那个一堆也是很油，但是把它用得好了，那个就是一个聪明的歌手。这歌手我是我个人作为乐评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们好吗？会上的朋友一起唱好吗？就是这种的，我是最受不了这种的。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乐评人老刘，我是这样的，但是刘宇宁也会偶尔会用这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嫌弃了OK， 然后咱们继续来听这个他刚才一堆，这其实很油的，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这个爆发的情绪当中，他又觉得好像有一点合理，就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就可以了。他唱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有点这个东北味儿在里，他有点个人特色在里边。所以虽然是有点油，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是重口味的朋友，比如说像那个平时喜欢吃什么这个酸辣粉这个或者是这个螺蛳粉的朋友，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带劲你这个地方你听也曾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就是这其实有一点油腻的，但是它使用的好的话，而且是在整个唱段当中不要加特别多的是可以的，不能说一对座位哪位，这就很难受了。你只能用一次，就像一道菜里你只能加一点麻椒，但是你要加多了。那就是会让你嘴巴很麻痹，就不好听了，所以这个是一堆有朋友说你是谁？我是老刘我在刘宇宁和那个姚小棠的一个舞台你看这个滋味其实也有一点百般滋味加了一些修饰音滋味为什么这地方要加？我跟你说，他其实一个刘宇宁相对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歌手。为什么？如果这两个字不是滋味，他就不会加。为什么要在这儿加？因为滋味，你就要唱出点滋味来。
因为它这个词是滋味，你就要把滋味这2个字唱出点滋味来。如果唱的特别那个，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心里百般滋味，就不好听，就这个滋味就没有滋味。所以你得把滋味这2个字唱出点滋味，所以要加一些所谓的哪怕是奇怪的修饰音，或者是一些油腻的这个尾音，你也要把这个滋味唱出来啊！百般滋味，你要告诉大家百般滋味是什么样的，你要通过我的声音告诉你百般滋味是什么样的啊！你仔细听。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错。这一句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刘宇宁唱的抢节奏了。很多朋友这个外行人可能听不太出来，但这个地方他抢了节奏了。你听这一句啊。代替了3个字抢了1/4的节奏，代替了，为什么抢了？首先呢，有朋友说不许说，讨厌，不能说，听不出来。有一点，他抢节奏了，朋友们，他这个确实是演唱上的一个不能算是失误吧，就是一个小瑕疵啊，演唱上的一个小瑕疵。这个是他抢了节奏，他抢了1/4，你不仔细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能理解刘宇宁为什么这么处理啊，这是刚才我说这个是小瑕疵，是没有给钱版。接下来我说的是刘宇宁给我打钱版。刘宇宁昨天给我转了200元红包，告我老刘，你锐评我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我说好的。所以呢，我想说我真的理解刘宇宁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处理。你来说说，好，我听我说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抢了那么1/4拍的节奏？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为什么要抢的1/4拍？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演员带给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抢的节奏为什么要抢的1/4？为什么不抢的是2/4、3/4，或者是抢一个整拍？不，为什么抢到1/4？就是因为他要通过这个抢节奏的过程来表现他内心的澎湃，就是那种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你知道吗？那种急眼的感觉，而是不能说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就没有什么感觉，而是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哎，是不是有一种他急了的感觉？就是他很紧，他很想问问你知道吗？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而我手捧着玫瑰，承诺一生都奉陪。原来如此，对不对？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抢了那么1/4的节奏啊，是不是？就是他是想表达内心的一个激动感。如果这句真的卡在正拍里，这个亮点、这个急促感、这个急眼感就没了。所以我觉得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处理啊。所以呢，咱们听一下，咱继续往下听，往后来啊。可以，后面整段部分2个人和声的部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无论从比例啊，从和谐度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把这个歌后面的部分这个情绪更加的推上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感受啊，往上推了，就是你。所以很多朋友为什么越听越上头？因为它是循序渐进的，前面先给你一个引子，慢慢推一点，后面再来一个交织，然后突然戛然而止，让你留有遗憾，就跟演戏一样。演戏通常为什么大团圆的结局很难让你记住，但是 BE 反而让你就有一点意难平啊。最后这个为什么做了个戛然而止，没有后面的尾奏，没有后面的结束，就是要让你有一些遗憾，所以你还想再来听这个歌，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刘宇宁和这个姚小棠的这个舞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觉得能达到一个95分吧。我觉得能达到一个95分，挺不错。可以，行，那我们这一期姚小棠和刘宇宁的舞台咱就到这儿了，希望下一次咱们还能再一次见面。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关注还没点的朋友，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谢谢朋友们了啊，谢谢了。
有朋友期待你蕊野人啊，等野人那个播了，我再给你们蕊吧。没听够啊，没听够，那没办法啊，不能一次喂饱，一次吃饱了，你下次不想来了，是吧？所以就是有点意犹未尽，下次还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和分析。有朋友说北影节你要不要蕊一下？不想蕊，为什么？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它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第二，那天我有点没太唱好。那天和我去彩排去比的话，怎么说呢？我彩排，我觉得那天我彩排状态非常好啊。那天我虽然嗓子不太舒服，但是彩排那天状态，我觉得那天的彩排的演唱，我觉得在我心里能达到90分，能达到90分啊。除了2个地方音准不到位以外，然后但是演出那天我最多只能给我打65分啊。对，也不是紧张了，就是它这个东西吧，因为你去彩排的时候你是完全放松的啊，下面坐的都是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你自己也知道这不是正式演出，但每次正式演出，你看下面坐的都是谁啊？你心里你不可能没有任何合计的啊。就是也不是说他们在下面就会合计，你那个时候就会更想唱好，那个时候就是更想唱好，反而你更想唱好，那个包袱一重，有的时候呢，不是用力过猛了，就是那个，反正会影响一点自己的状态，但没关系啊，我慢慢适应。我也觉得，因为我也刚回乐坛嘛，刚回乐坛，有朋友说还回影坛吗？回呀，为什么不回？啊，会回去的，不要着急啊。但是我看最近又有传我那个什么项目的，我一个本都没接啊，一个本都没接，连深度在聊的都没有啊。这个所以朋友们也不要那个什么，最近确实没什么时间看啊，我一堆事儿啊，有综艺，然后有演唱会的，然后有专辑的，然后最近接了一堆 OST 啊，OST 现在还欠2首不3首没录啊。回乐坛之后，我感觉音乐上的活儿也挺累。有没有看看热搜？我看看。上热搜了吗，朋友们？还是已经掉了？热搜是已经掉了吗？我看一眼，不会吧？有朋友说51啊，热搜51，在51是吗？人生就是这样的。刚才朋友们跟我说宁哥你上热搜了，那个时候我不紧不慢的去不看它，我说等会儿再聊，等里边看看那个 AI 会评价什么东西我再聊。
但是往往世间很多的事儿，等你他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关注他，等你再想回头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从你身边溜走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事物和眼前的人，千万不要让你所有当下的决定成为遗憾。你看，就像我现在，我想去看看我热搜的内容，结果热搜没了。我作为一个艺人，我在直播间跟我粉丝侃侃而谈，这个时候我粉丝跟我说看看热搜，我当时就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很这个帅气的，想要给大家一展，也不能说一展雄风吧，展现我这个上热搜的这个魅力。结果一打开，没有你的座位。谁代替了我的座位？所以说，就是人生处处充满了遗憾，我的座位没了。行吧。笑看世事似水变幻，与人谈。谈不尽相思苦与万年，君不见你心无偏偏，君不见且古色绵延，君不见且嫣然一笑醉人容颜。我的天哪，我今天啊，我看到了一个我直播间里一个最专业性的一个问题。刚才虽然蕊刘宇宁和蕊这个舞台都是一些开玩笑的，刚才看到了一个最专业的问题，说宁哥，我台词气息不够怎么办？你明星啊，你当演员的，跟属于咱俩同行是不是？你还搞上台词了，你是演员是吗？你是演员，你一个演员来问我一个厨师台词气息不够怎么办？气息不够啊，气息不够。多喝点那种西洋参什么的，补气，补气，锻炼锻炼身体，来点红枣，大红枣，枸杞。时光流转又一年，我台词气息也不够，我天天在家吃大红枣呢。吃的脸红脖子粗，你没看我觉得那脸特别红吗？就吃大红枣吃的。有朋友说，宁哥你比去年胖了。我其实还好，胖体重上没什么，但是我以前拍戏的时候就会控制一下体重，就会尽量少吃。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做歌手和做演员，它真的是两个方向啊。因为我每天唱歌录音，我如果真的不吃饭的话，我是唱不动的。对，如果你但是演戏不一样，演戏比如说这一天你不吃东西，你都能演一天啊。你靠着这个咖啡去吊着你的这个兴奋度和精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你唱歌的话，你要真的不吃饭，那是不行的，你唱不了的，而且你唱的一半容易过去啊，它是两个东西。所以我唱歌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晚会啊或者什么的，我都会正常早上吃饭啊。包括比如像录综艺，我录开推一天的，我早上起来一定得吃点东西。但是我拍戏的时候，我可以一天不吃饭的。我拍戏可以一天不吃饭的，那个时候就会好减一点。但是，回来当歌手了，如果你这个你肚子里没东西，或者是你是那个身体比较虚的，你真的唱不动啊。
然后一点也不胖，我确实不胖，我知道的，没有什么焦虑的啊。因为你如果你真的你不吃饭的话，你或者你没有一定的那个体能的话，你唱歌真的是唱不了的啊，你真的是唱不了的。有朋友林哥唱歌跑调怎么办？能调回来吗？唱歌跑调，那你就说唱呗，你就当一个 rapper 吧，也可以的，没有必要强求一定要当一个纯这个唱就是唱歌的这种的，你可以去玩说唱啊，可以的，那个还好一些，那个不需要太多的调啊，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词儿写好了，这个 flow 弄好了，也能很帅气的啊。然后说唱像念经，我也是，我说唱也不行啊。它这个东西，但是我是因为没有花时间去研究。你要喜欢的话，你就花时间去研究，相信一定也有一定收获的。你可以试试啊，你别很多东西还没做就打退堂鼓，那还行啊，对吧？像刚刚有朋友说台词气息不够，台词气息不够，你就是多练嘛，你多练肯定就够了啊。就是还是练的少，你练多了肯定就够了，嗯。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身上的所有的反馈就是你下了多少功夫啊，你下的功夫多，你自然身上那个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好。你下的功夫少，或者你不下功夫，那自然就会气息不够嘛。有朋友宁哥颤音怎么练？我跟你说，现在网上有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啊，而且都是免费的。我看很多教发音方式啊、教唱歌的老师，然后你可以去搜他们看啊。他们有些人教唱歌教的还挺好的，有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学呢，对吧？我有时候就看看他们的那些所谓的教学那些东西，我有时候看，如果我觉得对我有用的，我真的都会吸收。对，所以你可以去搜索。现在这个互联网，我觉得你学什么东西都能学到，你只要你想学。只要你想学，你想学什么都能学到。我说实话，真的。你比如说，你想学修车，你想学编曲，想学做音乐，啊，想学采耳，想学这个那个什么台词、唱歌，网上有的是人教你学什么跑酷，啊，跳舞，对吧？这你想学啥都有，你想学啥都有。对，所以你可以去学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嘛。你想学做饭，网上教做饭的也很多，所以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不存在说你想学什么东西学不到啊，一定能学到的，所以去试试吧。啊，我是教不了你，我是个演员。有朋友想学赚钱，我的天哪！想学赚钱，这好像是最难学的吧？这是最难学的，这个是你可能花功夫也会一事无成的一个学科。学赚钱还行。我跟你说一个观点，我认为啊，如果你想学赚钱，你做所有的事儿以赚钱为目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可能是最后赚不到钱。很多东西都是你开始没有想要赚钱，但最后钱自然就来了。你反而你最想得到要钱的那个方向，你最后反而得不到钱，是这样的。你以后品一品。
热搜回来了。君不见。热搜21是吧？刘宇宁特工变修理工了。这行吗？我说我们这一路跑到楼顶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因为后路已经被封死了。结果在现场看到速降装备，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这是真的吗？还是有替身吧？因为我想的是哪种啊？就有点像你们看没看过那种电影？就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嘟嘟飞过来之后，然后上面下来4根绳子，然后就是那种特种部队，一个绳子就落下来，拿枪就开始开始就是那个啊，这一段啊。屏风残月照见你容颜，云际雾绕贪恋那一眼，有人成全，有人饱含千年。归雁终生了不新鲜，世间辗转流连那一片，自居人的语气难辨碎。对啊，最近发了一首歌啊，叫做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然后呢大家也听了吧这个啊。这是这个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奖项闭幕式的致敬曲啊。这个其实这首歌第一次我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它不叫这个名儿，它这个歌不叫这个名儿，不叫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它是后改的啊。当时写的出发点，这个歌的原名叫做什么呢？叫做给演员的一封情书啊，给演员的一封情书，因为它很多里边讲的是一些演员的一些做演员的那些老一辈前辈啊，或者是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些电影界的一些电影人呐、或者是做剧的这些人啊，所有演员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最开始说写的这个歌名是给演员的一封情书，后来感觉好像有点直白吧，后来就改成这个永不散场的告白。因为它这个永不散场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结束了不就散场了吗？他想有一个永不散场对这些这个电影人的一个致敬和一些老演员的一些致敬，所以他这个歌后来改了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我当时为什么一下就选中了这个歌，我就决定要唱，就是因为他给我发过来之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想唱。他们也是要双向选择嘛，他们选择我，当然我也是说我喜不喜欢这个歌，我接不接嘛。但我这个歌我一听就觉得很喜欢啊，主要这个歌词挺能打动我的啊。故事结束就散场吗？摘下面具你累了吗？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对，其实那天唱现场的时候有一句词儿改了，你们没有发现吧？现场有一句词儿改了。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这一句梦想有多近就有多远，遥不可及，改成了就让什么告白化成满天的繁星还是什么，我忘了，应该是这个词儿，叫化成什么满天，就让思念化成满天繁星啊，就让思念化成满天繁星。这个它只有这句词儿改了这你们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在演唱的时候，我后面大屏幕放的那些所有的图片啊、人的介绍啊，包括一些剧情啊，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已故的演员
啊，他们都已经对已故的演员，所以都是为我们这个整个电影界奉献过的。所以呢，就是把那句词儿改了，就是让思念化作满天繁星，就是其实对这些电影演员也是很思念的啊。当然，这个不是我提出改的啊，这是那个他们那个整个这个导演组他们要改的，就是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啊，致敬的一个感觉。对，有多情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对，他这个歌就是说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啊！谁不是一身的伤，站在山顶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身忧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这句也特别好，特别喜欢。快乐吗？这一次不需要回答。对，就是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这个是很难的啊。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当然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永不散场的告白》，也希望大家这个没事多听听啊。遥不可及，我知道你。我天哪，这两首歌这么火吗？等一下，朋友们，我刚看到这个座位是 Top 500的第5名，这个少一点天分是 Top 500的246名，可以啊。看没有？可以 ，Top 500第5名。全网排名第5，哇，挺厉害啊！开心，这么厉害呢？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
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然后参加这个节目值了，是值了，挺好，当然值了，很开心的。谁不是一生的伤针在身边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各平台都收藏20万了，那说明那个人歌本身好啊，很棒的歌。行，没事儿啊。几点了？你不说老大，我能花100万买你的心吗？啥意思？你是妖精啊？你要把我心吃了呀？啊！100万买我的心，你要吃了生吃啊？你给我玩狐狸精那一套啊？你给我俩，你是不是玩游戏玩的？你真觉得你是妲己了？你有那种游戏容易玩上头，那种游戏少玩，你容易玩出幻觉来了，还要在我直播间公共的要买我的心。腰子这一块连一块出售了，要不要给你嘎2斤啊？100万就想买我的心，就是100万想要我命，想要我命啊！首先，我的命不值100万啊，不值100万，你买了就亏了。这100万你留着好好利用，好好利用，让自己过得更好就行了，别买我的心了，不好吃啊，不好吃。有朋友热搜19了是吗？哇，谢谢，还是那个就是电焊修理工那个是吧？修理工那个啊，好嘞。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老大，我中考考砸了怎么办？中考考砸了，就下次好好考吧，那能咋办啊？中考考砸了那咋办？那考砸了，没办法，这就是结果呀。可能这个结果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呢，对吧？这结果可能就是想让你去一个，有朋友说还没中考吧？中考就一次，没有下次了，没事儿。他的下一次是代表着是这样的，就是那你没考好咋办呢？两个选择，第一是复读1年再重新考嘛。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那你就认这个结果嘛。你就要想，可能你考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校，可能你在那个学校当中你是拔尖的呢，对吧？你到一群考得特别好的一个学校里，你可能只能做中间或者尾部的，但是你到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学校里，你可能做头部的那些学生的，对吧？那就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嘛。其实你可能去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校，我觉得也可能是对你是个好处呢。对吧？不知道，反正那你已经是这个结果了，怎么办呢？你只能往好的方向想嘛。是不能重来嘛？那你已经考得不好，那你就接受结果嘛。在你下一次再有一次选择的时候，就人生会给你很多次机会，很多次选择嘛。你这一次机会没抓住，还有下一次呢，对吧？你就努力，因为这一次你没考好，可能也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让你下一次高考的时候好好考嘛，对吧？所以没事儿啊，我觉得就是1次2次的一个，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的
人生的一个最终一个终点啊，我就觉得是没事的，别把它当做一个太大的一件事儿，嗯。祝福你生日时光，山河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当迎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我说宁哥，我马上要实习了，能去你工作室吗？我工作室现在不招人啊，那个你要不去别的明星的去看看啊，要不你去别的明星的看看，我工作室不太招人啊，那个没办法，我对不起，帮不了你啊，我这边够了啊，我就一个小作坊干的挺好的啊，你去别的明星的问问吧。你快乐吗？这一次不需要。那什么时候招人？不招人啊，不招人。嗯，我去免费干，你就不用。嗯，我不用免费干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反而来免费给我打工，我反而是害怕的啊！你真要我点钱，我觉得我是心安理得的。你真的说，宁哥，我不要钱，我上你团队打工，我都怀疑你要不要给我这个麦克风偷走。嗯。来我这应聘工作来了，也是可以啊。听说你终于找到最爱那回，让你狠下心思。因为我老大，我是干金融的，可以帮你理财，我没钱。我没钱，不用帮我理啊，谢谢你了。干金融的帮我理财也行。世界里全身而退，请原谅我口是心非的祝福太虚伪，还有太多不敢再隐隐作祟。最后我说的再见要多惭愧。考试没考好，我妈要打我怎么办？我这边建议你报警。啊，我建议你报警，那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我说我也不能说打就打吧。一旦打出点啥事儿来，我这边属于就是不太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传递。我这边建议你报警。啊，建议你报警。嗯。上次不是教大家一个方式吗？每当你妈要打你的时候，你用手机立刻放出那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只要你妈一灵针起手，你这面马上直接《世上只有妈妈好》放出来，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会动容。你们下次试试啊。我说我爸也打我怎么办？我上次不说了吗？有一首歌叫《父亲》吗？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因为长大之后才知道你不容易。这歌咋唱的？这个歌叫做是叫《父亲》吧？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我相信到时候你把这个歌一唱，应该就不会打你了。应该不会打你了。所以这首歌也是每一个父亲无法抵抗的一首歌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给二位朋友的一个解答。我唱不动了，我刚才就唱不动了。听说你终于找到最爱那回，让你很想。有朋友说，老大，你小时候挨揍吗？什么叫挨揍吗？你是说被家里人打，还是说被同学打？被朋友打？你说哪种？我不知道。小时候我家，其实我奶打过我啊，因为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我奶打过我，打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因为我是因为纯逃课。我奶打我，纯逃课啊，逃课就是跟我奶说学校放假，我回家玩，不去上学啊，就是这种的。从我的世界里全身而退，请原谅我口是心非的祝福太。然后你也挨过打呀？肯定啊，谁没有挨过打？这个社会上，如果不挨2顿揍的话，不挨2顿打的话，你都感觉这个世界白来了。还有太多不敢再隐隐作祟，最后我说的再见要多惭愧，想起我们也曾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心里百般滋味。然后我没挨过打，你信吗？信啊，我有啥不信的？那有些孩子听话就不被打吗？然后有些孩子不听话就被打嘛，这很正常的啊，没有什么信不信的。如果你奶打你，你跑吗？我好像也不跑啊。那打2下的，那怎么办啊？确实是做错了。爱就不该成为我们的负累。有朋友说我被我女儿气死了，她作业不会写，总做错题。其实这个东西吧，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所以我可能也没有资格去给你什么建议。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慢慢教吧。我觉得因为你的孩子跟不上你的脑子的啊，就像小时候你算数的时候，你学习的时候未必有你孩子聪明，对吧？所以就是慢慢教吧，对吧？我觉得还是让小孩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和一个成长环境是最重要的啊。作业这个东西慢慢写嘛，对吧？慢慢写嘛，你不会写你就写嘛，你慢慢写啊，啥时候写对了，什么时候去休息嘛，对吧？你以后会打孩子吗？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吗？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艺人，这些问题很敏感的。
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你们觉得你跟我是家人，当然我们也是家人了。但是作为一个艺人，很少会在公众平台上说这些家庭上的一些看法和打不打孩子，或者是这个怎么教孩子上学这个一些理念，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说出毛病来。这种话题很容易说不好就引起一些家长的不满，所以这种是属于社会话题，我很少去讨论。我最多聊聊娱乐圈的话题，像这种社会话题我很少讨论，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也没有孩子，我也没机会说教他上学或者教他学习或打不打他这件事，我没太有。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能不打尽量别打啊。我以后有孩子，我如果是女孩的话，我绝对不会打他的啊。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可能会，也不是说会打吧，我得让他知道，我要想打他，我可以随时打他。我让他怕我就可以了，但不一定真的要打他。我也不是啥变态，我就是为了打孩子玩啊，那也不是。有朋友书剑一梦能聊聊吗？可以聊啊，也快上了，对吧？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多支持一下。书剑一梦这一块后期配音我前2天又去补完了 ，OST 也录完了，就等着过审排播呗。对啊，这有没有什么不能聊的？所以书剑一梦。就是我不太喜欢在前面去吹那个我自己演的戏有多好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啊，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因为我自己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就是也算是一个在我心里算是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吧，然后所以大家就期待到时候就多多支持，多多宣传就好了，谢谢各位了。它是一个强剧情的一个戏，然后呢，就是蛮好看的啊，就是喜欢看剧的人一定会非常觉得那个剧情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到时候看看吧。你们也不用听网上那些洗脑包说这个不好，那个传达不正确的三观，那个绝对不会有的啊，那些都是一些调侃机制，所以到时候你还是要看剧，你才能知道那个真正里边演了什么啊，真正演了什么，时光，请你勇敢的飞，勇敢的飞。最后我说的再见有多惭愧。有朋友说演唱会啥时候去？演唱会，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策划当中呢。今天下午还开了个会呢。对，就是在一直在弄这些东西，放心吧，啊，不着急，一定是在弄啊，一直在弄，有朋友说，宁哥，我是一个学生粉，如何跟你攀上关系？你要攀什么关系？学生粉咋了？就是咱这边跟我攀上关系，要给我递点小钱儿，啊，私底下托人给我转200块钱，咱俩就攀上关系了。没明白你的这个点是什么？什么叫怎么？我是一个学生粉，怎么能跟你攀上关系？我都不说了吗？不是我，咱家这块属于什么？不是你找我攀关系，是我主动找你攀关系，咱就跟别人家不一样，咱们不是家人吗？朋友们，是我主动想要成为你的家人啊，并不是说你来主动当我的粉丝，我是主动去找你的，你当我家人，是不是家人们啊？有朋友说我是你爸，放肆！家人不一定得存在伦理，我们可能是兄弟姐妹，你不一定要当我长辈啊，你不一定要当我长辈，谢谢你了啊。就不该成为我们的负累，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
还有朋友在公屏打那个老公，你这让你现实老公看到，他直接跟你俩离了。我跟你讲，他哐给你两脚，给你电话摔了，往后跟你要离婚。你说你看个直播，看个我直播影响你家庭幸福了，你说我这造了多大的孽？别在那呼喊乱喊。然后宁哥，我中考考砸了，能跟你去混吗？中考考砸了跟我混？你都考砸，你有什么脸跟我混？你要成为那个人群当中的佼佼者，有一天站在我面前跟我说刘宇宁，你求我，我才跟你混。你要有这个志气，你懂吗？你不能是你考砸了，你来我这儿干嘛？我少播一会儿，播3点了。我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也差不多了。我今天，现在9点了是吧？快10点了。我再少聊一会儿我就下了。再聊一会儿就下了。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然后，没事就上来播一会儿，没事上来跟大家唠会嗑啥的。然后后面有综艺上了，然后有一些东西没事上来跟你们蕊一蕊，然后聊聊录综艺的这个好玩的点。也挺好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嘛。所以我直播就是纯就是一个主打一个陪伴嘛，就希望我们家粉丝间看看开心一下，或者认识我刘宇宁的人可以来到直播间里待一会儿啊，解解压，放松，挺好的啊。有朋友说宁哥你开 ins 我去关注你，我不会弄，我以前我好早之前我记得我还花了几百块钱，那时候我问那个谁，我问那黄子韬，我说这玩意儿咋弄？我想弄一个就是帅气一点，我也想弄一个，我想弄一个那个 ins， 我问人家取体经咋弄，人家他告诉我了，然后我还联系个人，然后联系个人给了300块钱买一个啥玩意儿，我忘了，后来也没弄好。算了吧，我心想自己没那么红，也没必要去这个去，好像要走出国门，打造海外市场。我已经没到那个份儿上啊！对，买那个什么 VPN 那个东西，对。然后那个我就寻思，我现在没到这种要打开国际市场的一个层面，先咱们自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挺好的啊。有朋友说你在国外也很红的，你不用骗我在那儿。还没红呢啊，因为我自己心里有数啊，自己心里有数。因为我是那种不喜欢拍美照的那种人啊，我不喜欢拍照，但是我看人家那些运营的那个 ins 什么的，都是拍的各种美的照片，然后要不就到海边，要不就是美食分享这种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很有这种很文艺的一个东西。但我不行啊，我拍不了这种东西，而且我拍照也不好看，所以我就不太行啊。所以就玩这个，我们这个微博就挺好，朋友们。玩微博就挺不错啊。有朋友说
那海外你有海外粉丝，你得多刷刷存在感啊！怎么海外不能用微博啊？他看不到国内的这些网络吗？能看到吧？他没有微博啊，上不了微博啊，能吧？所以想要关注我，直接关注我新浪微博就完事儿了。能看到的一样，我们能用 VPN， 他们也同样也能用嘛。只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心了，有这个心，肯定他想要弄一个啊。你看咱直播间还有打韩语的，给我俩做韩国粉丝在这儿。我真能听懂你打的韩文，我是能看懂的啊。因为我这块韩语这块也呱呱的。亲妈亲公穷肉，朋友们知道什么意思吗？亲妈亲公穷肉，知道什么意思吗？朋友们，我是真会，你以为我在闹玩呢？我真会，亲妈亲公穷肉，像中枪一样，没听过这个歌吗？像中枪一样。亲妈亲公求喽，你看嘛。这样，朋友们，我去个卫生间，然后你们等我一下，然后去完卫生间回来再给你们简简单单的聊一会儿。放个 VCR 啊。回来了啊！有朋友说女明星还没有出镜呢，女明星好，我给她配个出场曲，适合女明星的。来，呆面，过来，到你上场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孩子气，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今天剪毛了，今天剪毛了。而且洗了个澡啊，瘦了，他没瘦，也没瘦，最近给他吃的也蛮多的啊。刚才睡觉呢，被我叫起来了啊。好了，行，可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这儿，这儿，好了，打个招呼下去吧啊，这儿，哎，行了，拜拜。
看这，看这，看这，看这。来，根儿长，来根儿长，来根儿长，来根儿长。来根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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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听到这个咒语，马上受不了了，看不到？马上疯了，马上崩溃。来根长，来根长，好，来一根吧，等我一下，我给他来一根。好，满意了，开心了，满意了。他的通告，他现在出镜一下通告刚一波，通告费就是一根肠，是的，嗯。满意了，嗯，嗯。有朋友说宁哥，我是马来西亚粉丝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有朋友女明星这就走了呀？他也没什么才艺，上来给大家露个脸就行了。他主要是他纯粹一个花瓶，啊，他纯花瓶，没有什么，就是除了这个能看起来就是憨憨的这个外表以外，没有任何的内涵。他纯花瓶，我们公司艺人就是这个艺人就是纯花瓶，嗯，他属于颜值走颜值这个路线的啊。有朋友宁哥，你录综艺是不是会比较轻松啊？其实综艺也不简单，综艺其实挺难的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就是我觉得录天赐的声音让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夸别人，真的不会夸。你看人家就一个个说的都特别好啊，人说的特别好，但每当让我去称赞人家，其实我就是感觉就是。你说所有的词我不会说吗？我也会说，但是我就无法，就是找到那么厉害的一个称赞的方式。我不太会夸别人，啊，就是比如说别人唱完了之后在台上，我就会说，我心想就是，唱的挺好的，我就会说唱的挺好的，那还有啥呀？我还能夸出啥？我就说那最多就是他唱完了，我就说哦，唱的挺好的，那个情感也到位，然后音准也 OK， 就完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该夸什么，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你看人家说的就很好听，人家说的就夸的就很有意思，我就不太会夸，这个确实是门学问啊。
而且我是不擅长夸人的，我擅长吐槽，我擅长就是那种，也不是说恶意的吐槽，就是其实带点调侃。但有的时候呢，有的场合是不适合调侃的，你调侃完调侃急眼了，你说是吧？就是那是不太行。有时候直播练习一些夸人，其实我夸人是可以夸的，但是他就是因为有些听完了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就唱的很好啊，那你能咋夸？而且这首歌就很正常啊，就像打个比方，就是我听完刘宇宁和姚晓棠的座位，你说我能夸出啥来？我也夸不出啥来，我就觉得啊，刘宇宁唱的也可以啊，就是没什么大毛病，姚晓棠唱的也很好听，那然后呢还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对我来说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点评其实挺难的，哦，最多就是不知道说，真的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嗯。有朋友说你就真诚啊，你就说心里话就好。我说的是心里话，就唱挺好的，唱就像这种点评，不是像这种点评，像这种发言完事儿了之后，你都不会给你剪进去，因为等于废话。啊，这就跟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啊？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艺人做一些采访啊，艺人做一些采访，比如说，哎，你那个这部戏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打个比方，问一个演员说：“哎，你接了这部戏，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你作为一个演员说：“哦，因为这个戏剧本好，所以我就接了。”这是一个，这人说的也没毛病啊，剧本好，所以我就接了呀。那吸引我的地方就因为剧本好嘛。但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这样啊。这个行业如果是这样，就等于没有内容的回答，所以你得想怎么有内容啊，所以你就得去创造一些你的想法，比如说你接这个项目是因为剧本好，那你怎么说呢？那你得说啊，我就当时就是接到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剧本第一时间非常吸引我。你那回答太简陋了，你得把它丰富了。比如像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吸引我，而且就通常还得用几个小故事来体现。而且我接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天，我当天啊，我一晚上没睡觉，我看了15集进去。为什么要说这个小故事来体现这个剧本有多好吗？就是你看起来就停不下来，也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看过。但是这个回答是要有这样的才有内容嘛？你看讲一个，我当时我接到这个剧本，我用了1晚上时间，我连续看了15集，我根本停不下来。所以里边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身世背景，而且每个人物都很丰满，而且整个故事的故事流程逻辑非常的通顺，而且是市面上没有的一个写作手法，所以就非常吸引我，非常的吸引我。就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体验一个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生，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爽，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能演这个戏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呢，我觉得我思前想后再三，我觉得我要来这个剧，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剧本。这算是一个稍微丰满一点的回答。那肯定有些人回答的会比我更好，但是他需要的是这样的回答，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剧本很好。你要去修饰这个剧本很好这一件事，剧本很好这4个字。就像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唱歌好，我就没办法去修饰。我说刚才他那个高音简直是绝了啊，唱的恰到好处，尤其他尾音的那个沙哑的那个地方啊，一瞬间拿捏到我，就感觉让我听到那个音之后，我觉得很揪心，我就觉得很揪心。然后呢，就是尤其到最后在2个人和声的那个部分，那种声音之间的交织，让我觉得他的那种共鸣那个频率，让我就是感觉心里都会跟着颤。然后呢，我觉得我之前听那个歌是一个感受，但他们俩今天给我了一个新的版本，让我对这个歌有个新的认识。我觉得决定从今天回家之后，我要开始听他俩的版本。其实这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也会说，只是觉得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其实很累的，你不挺会说吗？你不是，我就是我只会说这一个。比如说这一期嘉宾有6个歌手啊，有5个歌手。刚才我说的是一个方向，那你下一个怎么夸？你告诉我啊，
我这个刚才那个招式用意回形，下一个怎么夸？下一个怎么夸？你告诉我。想说啥就说啥，想说啥就说啥，那不完了吗？你在这个行业，所以这个朋友，我想告诉你，这个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不是耿直，江湖是人情世故。社会就是人，江湖也就等于现在是社会，社会就是江湖，江湖就是社会，社会也讲究一个人情世故，懂吗？你想在这个社会里生存的舒服，你就得懂人情世故，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没有什么不堪的，是因为你在这个江湖里，你在这个社会里，你遭受的挫折、遭受的打击、遭受的磕磕绊绊和坎儿和坑，遭受多了，你自然就会了人情世故了。有朋友说不能得罪人呢，不是得不得罪人，是我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这虽然没有，我是打比方啊，我只是打比方，朋友们，我就说心里话，打比方，就是如果现场有个人唱歌，我说如果啊有人现场唱歌，他真的唱得很一般，或者是唱的都跑调了，或者唱呲了，你说我有必要坐在那个台上，我说你刚才这首歌唱啊跑调了，唱坏了，唱什么破玩意儿？你觉得就是我想问一句，我有必要去说这句话吗？就是我说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吗？得到了我比他唱得更好，或者对音乐更有见解，或者是有意义吗？你觉得有意义吗？得不到，没必要，犯不上，真的没必要啊！因为他唱的好与不好，首先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他经纪人，我也不是他公司的。我也不对他的未来，我也不是他粉丝，我也不对他未来的发展有任何期许，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难听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坏人呢？对吧？我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犯不上啊，所以我没必要。对，会得到热搜。会得到热搜，会得到什么热搜？我得到的那个事实，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那只是一时的热度，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一时的热度，而且是那种有争议的热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记住了，这个就这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这种热度就是3天。打个比方，我打个比方啊，我就是这么给你形容一下，我在这个节目上讽刺了一个歌手。然后呢，我获得了一个热搜，这个热搜里吵得不可开交，热1吵得不可开交。3天之后呢，还有人关注这个事儿吗？没有了。但是你得罪了一个人呢，这个人会恨你一辈子呀，他家粉丝会恨你一辈子。你只得到了3天的一个热度，它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事儿，3天已经就肯定就过去了，3天就过去了，3天就有别的事儿了。别的就吵别的了啊，大家就关心别的了，所以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你要那一时的热度，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啊，人品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就是我一直想说一件事，我在这个行业我是来做口碑的，做口碑的，也不是做口碑，也不是说就是我违心的去做一些事儿，不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跟每一个合作的伙伴都让他觉得跟我合作很舒服，我不是说刻意装出来，哪怕有些东西是刻意的去为之，刻意的为之，比如说给人买点好吃的啊，比给人买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一块录节目，给他买点好吃的，我给他一杯奶茶，给他一杯咖啡啊，报以我的一个小小的温暖，哪怕这个行为是刻意的，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给人有一个合作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体验，以后他有什么活不能说他有什么活想到你，起码他不会害你吧？
啊，以后他提到刘宇宁，他不会说你一个不字儿，对吧？他不能说帮你说好话，但是他不会说害你吧？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是，做口碑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你还挺懂呢。流星划破夜晚的悄然，月光隐然思念感叹，多少绚烂未完，前路未谈，虽然心很我说老大，我明天过生日，我刚看到好多朋友说今天、明天过生日了，后天过生日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最近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宁哥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 say 嗨嗨。我说宁哥啊，最近看你去天赐的声音，感觉你唱功进步了，其实是退步了。唱功这一块其实是退步了啊，但是唱商提高了啊，在那个技能上其实是退步了啊，技能上退步了，因为我以前总直播，每天都唱，每天都练，然后那个技能会比较强大一些啊，就唱什么歌其实都不太打怵。但是现在因为拍戏拍了很久嘛，然后所以技能上下降了，但没关系，最近练的也在练啊，也在练，挺好的。能变幻，你也仍然陪我在一团。宁哥会种田吗？问我会不会种地啊？我不会，没种过。然后以前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去种过那个水稻，然后但是自己种地是不会的啊。所以你会是吧？那你很厉害啊！加油加油！刚有朋友说宁哥，我花100万能买戴米的心吗？你好像有病吧你啊！你是觉得你很幽默，你可以开我的玩笑，但不允许开戴米的玩笑。我可能不值100万，但是戴米在我心里无价。有朋友说老大，你不是说5.0直播吗？我都说了，最近那个突然来了很多急活，所以都在干活，然后也没时间去研究这个5.0康乃馨，所以没事我都欠着，我也跑不了，总有一天还上你们的。啊，纵然这岁月漫变化，你也仍愿陪我在一段。我心里仍然痛的遗憾，我心只想5.0提前预告吧，对，我会提前，比如说我要是搞那个5.0的时候，我会提前1天告诉大家的。啊，提前1天告诉大家，演唱会应该就是6、7月份嘛，6、7月份啊，不着急，到时候会提前告诉大家的。到时候有朋友说马来西亚到时候会飞到中国来看我演唱会，好的，欢迎。
有朋友，我从月球来看你，你小孩啊？啊？我发现跟你说话跟小孩似的，没长大。都有，别介意，开玩笑啊。小孩儿。行，差不多了，我觉得我正好播到10点半。对，那行吧，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刚有朋友问我5·1直不直播，我看时间吧，如果5·1有空的话，我也上来给你们播一播，你们也放假嘛，好不好？那在这里呢，也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对，也差不多了，10点半了，你们该睡觉睡觉去吧。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咱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我这吃点药就睡了。最后我说的再见要多残